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与生活、人生与心理、文化与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在录这一期播客的时候，正好是圣诞节刚过。我工作的地方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公司不上班，所以我有1周多的假期。本来我是准备出去旅游的，但是由于天气太冷，以及欧洲这里圣诞节很多地方都是关门的，所以我和我男朋友决定就在家待着。而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因为这让我有很多的时间来好好回顾2025年，以及计划2026年自己想做成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一期播客里，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对自己2025年的一些反思，以及在2026年我想完成的一些事情。但是在我开始分享自己的反思之前，我想和你聊一聊我制定计划也好，过自己的生活也好的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在我2024年的年度回顾当中也有提到，如果你感兴趣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是怎么解释这些原则的话，你可以去听一听。第一个原则就是我希望自己每3到5年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说我想自己能够不断的更新自己，通过爱好也好，通过改变自己的工作也好，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的城市或者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不是处在一个不变的一个状态里，而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环境当中。第二个原则就是每年我希望我能够解决1到2个大问题。那所谓的大问题是指决定了我生活和人生走向的这样一些挑战吧。比如说可能是金钱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我在哪个国家生活的问题，可能是我的健康问题等等。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样的大问题可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想清楚自己想解决的问题，并且采取一些行动来真正的朝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走去，是很重要的事情。第3个原则就是当我制定了目标之后，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任务就结束了，这只是任务的开始。我下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目标分解为小目标，然后把这些小目标变成系统，也就是我日常生活里每天会做的一些事情。打个比方，我2026年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日本语能力考试 JLPT 的最高级。那这只是一个目标，那具体我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具体到每天的行动上来说，就是我需要每天回顾一些我不熟悉的语法以及单词，然后每个周末我会做一些这个级别的模拟考试，并且是按照不同的模块来的。可能我先完成听力的练习，然后在1-2个月之后完成语法的练习，之后再是阅读的练习等等。
这样把一个大的目标我就分为了每天或者是每周我需要做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积累起来就能够帮助我完成这个目标。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把目标分解为小目标，然后再把小目标转化成自己每天做的事情上。所以我去年也是按照这样的系统和原则来制定自己的目标的。那这样的效果的确不错，因为当我回顾自己2025年的表现的时候，我认为我可以给自己打个8分吧，如果10分是满分的。那下面我来具体说一说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以及相应的下一年的计划吧。那首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语言上这一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在年初的时候一直在学习荷兰语和日语，但是进步没有很大。在年中的时候，我需要通过荷兰语的一个考试，这是我在荷兰拿到永居的一个要求。那为了通过这个考试，我也好好的学习了一下，所以那一次的学习对我的荷兰语的全方位的考察有了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那日语和我在上一期播客里提到的那样，因为我有用日语去学习音乐方面的一些事情，让我的日语有了质的进步。然后今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我开始决定重新学习西班牙语。本来我其实已经在思考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开始做。然后本来我计划今年年中的时候，也就是我正在处在的这个假期去西班牙旅行，所以我就想着趁着这个契机，不如重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吧。那虽然我现在并没有真正去那里旅行，但是我也还是在继续学习西班牙语，因为这是我已经想了很久的事情，那不如就继续做着吧。虽然我现在同时学习3门语言的确是比较耗费时间，但是我还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的。那明年我语言学习的计划依旧是继续学习这3门语言，具体到每个语言上有不同的小目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日语，我希望能够通过日语能力测试的最高级。那西班牙语，我希望自己的水平能够达到自己2-3年前的水平。那荷兰语就是继续学习吧，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第二个2025年我觉得自己比较满意的事情，就是我认为这是我做减法的一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23年和24年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需要每周见1次朋友，因为当时的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做的事情，他需要有一些社交上的来往才行。但是今年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今年我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到其他社交活动上。所以在大概4-5月份开始吧，我就没有给自己安排很多的社交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我自己待在家里，做音乐的事情也好，做语言学习的事情也好，做播客的事情也好。在我减少了自己花在社交上的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可以做成很多事情，所以我也并不后悔，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决定。明年我也计划继续这样的一个社交比较少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点都不想和朋友见面。
可能每个月还是会有1到2场社交活动，但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希望用在自己身上。第3个我2025年觉得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开始读 Stoicism， 也就是斯多葛主义的一些书籍。虽然它只是一个哲学的流派，而且我做的事情只是读了2本书而已，但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和思考的方式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在回顾2025年的时候，我去看了自己在年初的时候写的日记。当时我的一个状态是很糟糕的，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有些是工作上的事情，有些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也就是2025年年底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好，整个人的能量都非常的充足，对生活的态度也非常的积极。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斯多葛主义，因为斯多葛主义里边很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而对自己控制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不过多的去注意。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考方式，其实如果真正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里的话，会让我对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改变态度。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我很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工作上我做的项目都很无聊，然后我看着别人做的事情都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每天都在日记里写我的工作怎么这么糟糕，别人的工作都那么有趣。首先，不管我认为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别人做的事情真的那么有趣，我可以改变自己对怎么分配项目这件事情的看法，来改变自己的一个焦虑的状态。也就是说，与其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觉得别人的项目多么多么有趣这件事情上之外，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正在做的项目上，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因为别人做的事情有趣与否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是在我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外的，但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用，我是不是享受这个过程，是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事情。所以通过这样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发现好像自己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因为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自己以及自己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上，我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当然 Stoicism 是一个非常大的哲学流派，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刚刚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你现在对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满意的话，我很建议你去看一看 Stoicism 相关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书，我相信能够有一些不错的收获。下面一个我今年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决定开始学习音乐。一开始我只是决定上钢琴课，因为正好我家附近走路1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钢琴老师，所以我就想着既然这么近，不如就开始学习吧。然后学着学着，我就和朋友聊到自己想学作曲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想着我要等到2-3年之后去日本住一段时间，然后在那里学习日本音乐。然后我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学习呢？所以我后来就决定从现在开始就去学习一些音乐理论上的内容，然后自己尝试开始做一些简短的曲子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已经想做很久很久的事情了，但是总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不去做。当我真正开始做之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充实。原来我的工作可能是我生活里80%的重心，而现在工作只是变成了我生活里60%的这样一个内容，而其他的40%的时间里，可能有20%是给到了音乐，而剩下的就是我自己别的一些事情。而这样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过程，其实给了我非常正面的一些能量。这在我接下来的一期播客里也会提到，就是 identity diversification 的这样一个好处。当然，因为我把一些时间放到了音乐上，所以我需要在其他方面放弃一些事情。我在去年2024年的时候，其实有画画的习惯，画水彩的习惯，而且自己其实画的还挺好的。但是今年因为我把很多时间都放到了音乐上，所以没有多少的时间拿来画画。这是我希望在2026年能够改善的一个事情，就是尽量多画画。最后一个我觉得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我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和一个学习的倾向。这个优势指的就是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也很擅长给别人做 training， 也就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前一段时间我在工作上有一个比我稍微年纪小一些的另外一个 consultant， 然后他有问我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去给他解释他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怎么去训练自己，而能够完成他想完成的一些事情。解释完之后，他给我的一个反馈就是他觉得我解释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容易理解，他也很享受和我交流的这个过程。这让我想到了我第一份工作时收到的一个反馈，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评论，就是他们觉得我很擅长去分享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在2026年的时候也给我工作的地方的经理解释说，我想多做一些这样的 training session。 那我刚刚提到的所谓倾向，就是指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学习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偏好，就是我非常喜欢通过阅读读书来学习某个东西，但是通过比如说看视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不有效的方式。当我比如说看 YouTube 视频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看1分钟我就开始走神，就开始想看手机或者动来动去的，但是看书我可以看很久。所以在我明年开始，不管是学音乐也好，学语言也好，我决定尽量让自己多通过阅读的方式来学习，而不是通过自己不擅长的方式。虽然很多人说视频对语言学习来说非常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但如果不适合自己的，就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发现。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自己对2025年非常的满意，我也很期待自己2026年怎么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实现自己想完成的目标。那你呢？你对自己的2025年满意吗？你对2026年有没有一些很令人激动的计划呢？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不管是语言学习、中国文化，还是工作效率、生活杂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真正会用到的内容。除了免费的播客、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 transcript， 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